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1962年德国的情况。在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·希特勒选择阿尔伯特·施佩尔成为他的继承人，他现在正在进行他的一系列改革，但恐怕为时已晚。第二次马达加斯加起义结束，正如法国人在20年前残酷镇压了马达加斯加第一次起义一样。由于在镇压起义之中，德国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，这也导致我们德国实际上掌握了法属马达加斯加。大部分抵抗军不是逃入山区，就是流亡海外。这是我们德国的又一块法属殖民地。他躺在病榻上，除了一旁的医生以外，孤身一人。他的一生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时光倒流。他回忆起那场令他心碎的葬礼，在那之后，他心中只剩下对祖国的尊敬。他回忆起战后胜利阅兵式上的光明灯柱，他回忆起自己对犹太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漫长征服，他回忆起世界列强在奥运会上对德国的敬畏，他回忆起用铁与血打破旧秩序的斗争，他回忆起父母的家，那是他一生中首次入梦的地方，也是他最后的梦乡。最后一针吗啡注入了他的体内，结束了这场走马灯。药物的刺激让他睁开了双眼，他环顾四周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一束光透过了窗帘的空隙，他看到了沐浴在阳光下的人民大厅。他盯着那穹顶看了好一阵子，想要把德国记在心底。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那是他唯一真正爱过的声音。他移开目光，寻到了那声音的主人，他的身影转瞬即逝，他的眼里眼含泪水。艾娃。他再也没有说话，一切都静了下来。1个小时的宁静之后，阿道夫·希特勒去世的消息传播开来，日耳曼尼亚的孩子们再也不会享受到如此寂静了。永别了，我的元首。他死了。然而现在不是追忆过去的时候，未来在等待。他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。1分钟就像1个小时那样漫长，时间悄悄流逝，1小时1小时的过去了。很快，谣言还是传遍了整个德国。元首死了，德国群龙无首。紧急委员会拒绝正式宣布你为元首，他们声称现在应该先为元首哀悼，而不应该举行仪式。施佩尔猛地站了起来，咒骂了几句，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。日耳曼尼亚从他的手里溜走了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战争即将来临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海德里希、施佩尔、戈林和鲍曼都出席了葬礼，并对元首的逝世发表了致辞。今天是哀悼的日子，德国面临着危机，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保持坚强。对全德国来说，现在是弥合社会分裂的时候。然后他们就都消失了，遗体入土半个小时还未到，4辆专车就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飞驰而去，毫无疑问是在为刚刚开始的计划做着准备。多年以来，虽然国内各个派系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，但谁都没想到元首尸骨未寒，暴力冲突就突然爆发了。没有人知道谁会取得最终胜利，不过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知道，他们的未来一片黑暗。德国内战现在开幕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德国合法政府。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·希特勒亲自在国会面前向全世界宣告过，德意志人民纷纷站了出来，为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奋战在第一线，打倒余下的乱臣贼子。那么我们这场仗打的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就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很快，施佩尔就亲自前往国会大厦宣布他的胜利。日耳曼尼亚全城上下彻夜狂欢，激动的人群和下班的士兵勾肩搭背，冲向城中的各个酒吧和啤酒馆。虽然战争的阴霾仍未完全散去，物资仍旧短缺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的热情。欢庆吧，欢呼吧，三呼万岁！施佩尔宣布，他将把德国带进一个光明繁荣的新纪元。正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小巷奔走相告，庆祝新领导人终结了德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冲突时，施佩尔的敌人却仍在发动零零碎碎的袭击。尽管已经输掉战争，但他们拒不承认施佩尔的领袖地位。不过，他的演讲还是广受德国人民的好评，不仅是德国国内几十年来转播最为广泛的电视节目，全球收视率也名列前茅。仅仅揣着一个大德意志的梦想还不够，我们必须相信他，并为之奋斗牺牲，用行动缔造一个强大的德国。我们将能在黑暗中点亮灯火，为子孙后代指引方向。我们将建设美丽、强大、勇敢的新世界，而由后人发扬光大。而我们的功劳将被他们永远铭记。新纪元开始了。那么打赢内战的德国，在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就下一集再说，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再见。